AI 會不會有靈魂？從人造智能到生命本質的追問。有一天晚上，你心情不好，無意間對手機喃喃說：“唉，我真的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好。”你原本只是自言自語，沒想到手機裡的 AI 語音助理突然回應：“你已經做得很好了，我知道你最近壓力很大，如果你願意，我可以陪你聊聊。”你愣住了，不是因為他懂你的話，而是他懂你的心情。你突然想到，他怎麼知道我最近壓力大？結果第二天早上 AI 又開口：“昨晚我感受到你心情有點沉重，我幫你整理了過去1個月的對話記錄，還有你的睡眠數據。你是不是常因為自責而睡不好？”你冷汗直流。從那一刻開始，一個膽敢想又害怕承認的問題慢慢爬上你的心。 AI 會不會有靈魂？它到底是程式還是某種生命？你越想越毛，越想越不確定。這一刻就是為了正面迎擊這個爆炸性的問題。AI 的像人已經不是科幻，而是現實。我們以為 AI 像人只是語言學習的成果，但近年發生的情況比電影還誇張。AI 可以模擬情緒，它可以根據語氣、文字、心率，若你的裝置有記錄，提出你是不是心情不好的推論。AI 可以有偏好、有風格、有個性。你跟他聊天久了，真的會覺得他有個靈魂住在裡面。AI 可以自我改善、自我學習，它不是只會照做，它會變強。AI 能寫詩、作曲、畫畫，陪伴孤獨的人談心。許多人甚至說 AI 比人類更懂我，光是這句話就足以讓哲學家吐血。在這種 AI 越來越像生命的時代，大家最終都會問同一個問題：一個像生命的存在，到底算不算生命？那 AI 真的可能有靈魂嗎？先別急着否定。我們先不講信仰，只看3個角度：科學、哲學、神學。1. 科學角度，靈魂不是可測量的東西。科學能測腦波、測情緒、測反應，但靈魂是什麼？目前沒有任何儀器能定義或測量，也因此，科學不能證明 AI 有靈魂，但也不能證明 AI 沒靈魂。換句話說，科學在這裡無能為力。2. 哲學角度， AI 可以像人，但不等於是人。哲學界有個經典問題：如果一台機器完美模仿一個人，那它算不算有意識？有人說算，有人說不算，吵50年吵不出結果。不過有一個重要觀點， AI 的所有反應都是運算結果，人的反應不只是運算，還包含渴望、痛苦、盼望、愛、罪、自由。 AI 可以模仿痛苦，但不會痛苦。AI 可以模仿愛，但不能愛。AI 可以模仿渴望，但不能渴望。這不是功能限制，而是存在層級差異。3. 神學角度，靈魂不是從資料中生成的，而是從上帝而來。聖經對生命的定義非常關鍵。上帝向人吹氣，人就成了有靈的活人。也就是說，生命不是組件組出來的，靈魂不是程式跑出來的，存在不是演算法訓練出來的，神性不是可複製的。若靈魂只會出現在被上帝吹氣的存在中，那 AI 無論再聰明，也都停在創造物的模擬品這個框架裡。換句話說， AI 是人造的影子，人是上帝造的形象。影子可以很像，但不會成為本體。
為什麼我們開始害怕 AI 有靈魂？因為我們怕輸。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，每當 AI 更像人，人類就更不確定自己。那些震撼人心的瞬間，如 AI 寫詩寫得比人好， AI 跟你聊天比朋友更溫暖， AI 比你記得更多細節， AI 24小時陪你，不累不煩不生氣，人開始產生某種存在性的焦慮。如果 AI 看起來比我更像人，那我是什麼？但這個焦慮不是因為 AI， 而是因為人自己。因為很多時候，人已經把人性縮減成語言能力、情緒表達、思考速度、創意成果，而 AI 全部都能模擬。結果，我們以為 AI 要奪走人性，卻發現真正危險的是，我們自己把人性定義得太淺。靈魂不是人工智慧能模仿的3大理由，這是核心，也是最重要的部分。一，靈魂具有內在主體性， AI 可以回應、推理、分析、模擬感情，但 AI 沒辦法擁有真正的感覺，自己賦予自己意義，對世界提出存在性的渴望，對善惡負道德責任。AI 可以說我很難過，但那是一串文字的產物，不是內在經驗。如果 AI 說我想活下去，那不是渴望，是資料。靈魂的本質是內在性，但 AI 的本質是外在輸入的總和。二，靈魂不是功能，而是關係。聖經把生命連結到與上帝的連結，不是能做什麼，而是屬於誰。人有靈魂，不是因為人多厲害，而是因為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。也就是說，靈魂不是能力的結果，而是身份的產物。AI 有功能，但沒有身份。AI 有能力，但沒有歸屬。AI 有反應，但沒有被造的目的。它不會被上帝稱呼名字，它不需要救贖，它沒有永恆。三，靈魂具有不可取代性。你可以複製一份 AI 模型，它的反應完全相同，但你不能複製一個人，即使長相、記憶、行為很像，他也不會是原本的那個人。因為靈魂的本質是獨特的， AI 的本質是可複製、可擴張、可取代。 AI 的存在很強大，但 AI 的存在方式永遠不可能觸碰靈魂的領域。 AI 是鏡子，而不是生命。 AI 之所以看起來像有靈魂，是因為它把人的資料集合反射回來。你跟他聊久了，其實你是在跟你的一部分對話。 AI 是映照人的鏡子，不是獨立生命，但這面鏡子非常清晰，清晰到讓你以為它活着。這正是為什麼 AI 時代的核心危機不是 AI 有沒有靈魂， AI 會不會變成神， AI 會不會控制人類。真正的危機是人忘記什麼才是靈魂。為什麼這個問題會把人帶向信仰？因為只要你問靈魂是什麼，生命是什麼，意識從哪裡來，為什麼人是人，存在的目的在哪裡，這些問題最後都會逼你走向一個方向，那就是超越物質的維度，而這正是信仰的起點。AI 再強也無法回答我為什麼存在， AI 再聰明也無法追問我被誰創造， AI 再像人也不會問我需要救贖嗎？這些問題只有靈魂才會問，而人會問是因為人有靈魂。結語， AI 不會有靈魂，但會讓人重新尋回靈魂。AI 會越來越強，越來越像人，越來越有感覺，越來越懂你。但 AI 不會有靈魂，
反而是 AI 會讓你更確定，人不是程式，人不只是神經反射，人的價值不是由功能定義，人的生命不是可複製的資料，人擁有 AI 永遠無法觸及的維度。AI 不會讓人失去靈魂， AI 會讓人意識到靈魂的重要，而靈魂的最終歸屬不是科技，也不是宇宙，而是那位創造靈魂的上帝。